挣钱，爸妈把价值800万的房子过户到了我名下，大姑子想要花1元过户，说是借来给孩子上学，我拒绝了。没想到平时斯文的老公突然大发雷霆，我读书的费用全靠我姐打工赚钱，我们得记住我姐的况且你房子陪嫁过来就是我们老马家的东西，我今天就做主把房子过给姐了。马成建的话听得我脑袋嗡嗡的，我扔下筷子一下子站了起来，他以为我要给大姑子道歉，但我抬手就把桌子给掀了，吃，想吃绝户的算盘珠子都蹦我脸上了。摆完酒的第2个月，我发现我月经推迟了1周还没来，于是买了验孕棒一测，果然是双杠。老公晚上下班回来知道消息高兴坏了，抱着我转了好几圈。饭后我在厨房洗碗，他在阳台打电话给公婆报喜，说的什么听不太真切，只是零星的听到他说成了。我看着他止不住的笑容，心想他对我们爱情的结晶真的好期待。次日公婆让我们回家吃顿饭，去之前我特意去超市逛了一圈，买了一些老人保健品和肩颈按摩器。到公婆家之后，除了公婆还有大姐马成芬和二姐马成兰2家。一到家，公婆就热情的接过了我手里拎着的东西，跟大家宣布我怀孕的消息。马成芬跟马成兰眼睛一下子就亮了，我想大概他们是觉得老马家有后了。午间饭菜很丰盛，一顿饭下来宾主尽欢，唯一让我不自在的是大姑子的女儿慧慧，一直盯着我脖子上的吊坠。饭后大家都围在客厅看电视，慧慧开心的走到我面前，舅妈，你的项链好漂亮，可以送给我吗？我有些为难，因为这个吊坠是我外婆给我请的，说是大师给开过光，保平安的，也是外婆留给我为数不多的遗物。这个项链舅妈戴很久了，等下出去逛街舅妈给你买新的好不好？慧慧的脸顿时垮了，扁着嘴说，你好小气啊。我被气笑了，这小孩家教怎么这样？还没等我说话，老公一把将慧慧抱了过去，跟舅舅说怎么回事。慧慧觉得有人给她撑腰，于是大声说，舅妈小气死了，我问她要个破项链都不给。客厅的众人听了慧慧的话，顿时都停下来话头，看向我。慧慧的妈，我的大姑子把慧慧从我老公怀里捞了出来，一脸不悦的看着我，小云啊，你这项链多少钱啊？慧慧喜欢，你看500行不行？我正要拒绝，我老公却突然抢过话头，姐说什么话呢？这项链不值什么钱，小云都戴了好几年了，慧慧喜欢就拿去。我原本还打算弯着腰靠近慧慧，听了马成建这话，立马挺直了腰杆往后仰。我没有接马成建的话，只是一张脸冷了下来。这时但凡是有眼力见的人都瞧得出来我不高兴。小姑子马成兰这时也过来打哈哈，小弟，瞧你说的这什么话，哪有舅妈不疼外甥的道理？转过头又对我说，小云，你这项链珍珠都黄了，这样吧，我再贴500，1000块都可以打条金链子了。马成兰这是把我摆上桌了。呵，先不说项链的吊坠是高冰帝王绿翡翠，就算那几10颗发黄的珍珠，也不是1000块能买到的。马家这2姐妹是打算强买强卖了。马成芬低头看看女儿，再看看我，小云，都是一家人，慧慧这丫头就喜欢你的项链，你作为舅妈就送她吧。以马成芬为首，一家子人七嘴八舌对我说叫起来，而慧慧看大伙都站在她那边，突然就嚎啕大哭起来。都说会哭的孩子有糖吃，古人诚不我欺。马成建过来拉我衣角，示意我别犟，别在家里丢了面子，让她难堪。凭什么？我就不。马成芬再次问我，小云，我们再加500，凑2000足够了，外面都没这个价的。我依然拒绝，姐，这项链我不卖的，你都说了外面没这个价，你拿钱去买个新的不就好了？马成芬见我软硬不吃，立马火了，站起来指着我鼻子说，白云，你才入门没2个月就开始拿桥了是吧？慧慧作为你外甥，你没表示就算了，现在我花2000买你的破项链，你摆什么谱？突然被骂，我也火了，但没等我站起来，我老公马成建就站起来打圆场，姐，你别生气，都坐下说话。小云，你把项链给慧慧吧，我回头给你买个更好的，今天出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，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。我撂下话就进了房间，真是多待1秒都恶心。他看上了我就得给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今天是看上我的项链，那明天看上我肾了，我是不是还得割出来给他？没一会，婆婆捧着一碗糖水进来，小云啊，你别怪你大姐，她不容易，以前为了供成建上学，她高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，一直供到成建研究生毕业。婆婆拉着我的手眼圈发红道，我从棺材本里再添1000，你看3000块，项链让给大姐吧，她不容易呀，这是打算来怀柔手段了，小的劝不动换老的来，一句棺材本，想用孝子来压我是吧？我不为所动，冷着脸道，这项链是我外婆给我留的嫁妆，是我对外婆的一个念想，多少钱也不会卖的，何况就算是卖，这可是高冰帝王绿，放市场上30万都不一定买得到。我是家里独女，从小被捧着长大，我家算小康家庭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家里厂子1年营收也就几百万，流动资产虽不过1担也衣食无忧。我学习成绩一般，专科毕业之后就被我爸逼着进厂低调学习，从打杂的做起，说以后要继承他的这1亩3分地。马成建就是这时候被我爸高薪聘请的，因工作来往，一来二去，我俩就谈起了恋爱。我是颜控，最开始看上马成建的原因就是他长得好看，而且学历高还老实，平时对我简直就是24孝好男友。我爸怕他是图钱，跟着把关了2年才松口让我们见家长。谈恋爱的时候，我爸就让我不要露富，人性经不住金钱的考验，而我妈则跟我说，在男人面前没事的时候要温柔一点，才能维持稳定的关系。所以在见父母之前，跟马成建在一起，我全身上下加起来从不超过500块，平时最爱拼夕夕，讲话娇滴滴的。这个项链他之前见我戴的时候也问过价格，我随口就胡诌了一句地摊货不值钱，没想到他还真当真了，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假傻。就算不是行家，一般人看了这个种水都知道不可能便宜。这个项链承载着外婆对我的祝福，也承载着我对外婆的思念，不管价格高低，我都不会转手的，不管是送人还是卖。婆婆听了我的话，眼圈也不泛红了，放下糖水，一声不吭的出了门。外婆的遗物30万的高价，2个理由足够让他们写火了吧？但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慧慧冲进房间
间，眼神恶毒的对着我做鬼脸。你都嫁给我舅舅了，你的东西就是我舅舅的，你的项链迟早是我的，短命鬼！说完，朝我吐了一口口水，转身跑掉。我告诉自己，慧慧只是个小孩子，不能跟他计较太多。马成建，我大喊了一声。马成建跑进来，小云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外甥骂我是短命鬼，说我的东西就是你的，我被气得不轻。你姐怎么教的小孩？马成建听了，脸色也不好看，急忙安慰道：慧慧就是个小孩子，说话哪能当真？之前我姐一直打工给我凑学费，没时间照顾慧慧，这丫头脾气是有点不太好，以后多教教就好了。你一个大人跟一个小孩子较什么劲？慧慧被他姐宠得那么过分，马成建居然没对他说一句重话，连让他给我道歉都没有。我一气憋在胸口下不来。婚前我也来过马成建家几次，每次来一家人和和气气的，整个家庭氛围都很好，我才放心答应马成建的求婚。没料到今天会给我来这么一出，真的让我极为窝火。但是想到自己还怀着孕，便努力稳住情绪，气坏了身体还是自己受苦。到了下午，马家3个女人挤在小厨房里忙活，而我在客厅拿手机回复客户的订单信息。马成兰见不得我闲着，就喊我过去一起打下手。小云啊，你在家都会做什么菜呀？要不今天给我们露一手？我拿着豆角，长一根短一根的掰断。不好意思啊，二姐，我不会做饭。马成兰不信，瞎说，哪有女儿家不会做饭的？你看我跟大姐从小就给家里洗衣服做饭。我一脸无辜，我真的不会做饭，我家从小就是佣人阿姨。况且我妈说了，孩子不是生来做下人使唤的。我之前听程建说，他也从小不做家务的，我还以为你们也一样呢。马成兰脸色一僵，手里摘菜的动作顿了一下，瞟了一眼正在给公公洗茶具的婆婆，眼里闪过一丝低落。突然话锋一转，听程建说你家厂子在招经理，这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你二姐夫之前就当过经理，去了你家厂子做，肯定能帮你把人管得服服帖帖的，外人不如亲戚。二姐夫程康今年刚40，高中学历，对外说是经理，其实就是底层的业务员。我也不是说业务员不行，多的是金牌销售比正经经理工资高，但程康这人得过且过，工资也只够一家子人吃饭而已，能力可想而知。人事方面的事还是我爸在管，我也不方便插手。我敷衍地说。一旁淘米的马成芬又忍不住了，人家可是千金小姐，哪里看得上我们这种穷亲戚，怕我们去给她丢人呢？姐，马成兰不赞成的喊了一句。公公这时候也走过来搭话，小云啊，现在外面不好找工作，你看在你大姐二姐一直打工供程建上学的份上，你就跟亲家说一下，给2个姐夫安排下工作。这话听着像发号施令一样，而不是跟我商量。我表现得很乐意。爸，我觉得姐夫们肯定是有能力的，但是厂里的规矩就是要走流程，你让姐夫们回头给我搁简历，我加塞一下，让人事那边审核。对了，经理这个职位最低是硕士学历且有实际项目经验，姐夫的话本科也行，这个年纪了，成功的经验应该不少，就随便挑几个亮眼的写一写就行。听我说完，马家众人的脸像吃了苍蝇一样，说不出的难看，这是想往我家塞人，也得掂量下自己有几斤几两。我现在是一刻也不想在马家多待，但是为了马成建，还是忍了一下。我以为被我拒绝往我家塞人之后，马家人应该会收敛一些，没想到马成芬在晚饭桌上提出了更离谱的要求。晚饭铺开，众人都上了桌，2个姐夫得知道我下午拒绝的事，对我也没好脸色，一个劲的给马成建跟他爸倒酒，顺便对马成兰跟马成芬呼来喝去。我家没有这种酒桌习惯，虽然不喜，但也尊重，只要不要过分就行。马家的女人七嘴八舌的向我打听我家的财务状况，都被我一一糊弄过去。谁知道马成芬突然提起我家房子，小云，你家陪嫁那房子是学区房吧？得花不少钱啊。我敷衍道，没多少，就是买的时候看中了他带学区，以后孩子好上学。马成芬满意的点点头，我看你们这刚怀孕的，房子的学区也用不上，你看把这位置先让给我家慧慧。我大为不解，姐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没太听懂。马成芬也不绕弯子，就是姐跟你商量下，你们俩现在刚要孩子，孩子还得等好几年才能上学，这学位不就空置了吗？慧慧也到了上小学的时候了，你把房子先过户给我，让慧慧先上学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我看就花1块钱意思意思一下，等你孩子大了要上学了，房子我们再还给你。马成芬说的认真，但我听的却头皮发麻。这时候男人们都不喝酒了，开始插话，戴姐夫，小云，现在都是一家人了，这点小事你不会推脱的吧？小事，谁家过户房产是小事？二姐夫坐在一旁没说话，只是一双眼贼溜溜的看着我，仿佛我是块大金子。姐夫，房子是大事，我得回家商量一下。我脸色不快，公公在一旁板起脸来，小云啊，你嫁到我们家来就是我们家里的一份子了，家人之间就该互帮互助，你今天帮了程芬一家，改天你有事了程芬也会帮你的。我还没开口，坐我旁边的慧慧倒是开口了，舅妈，你把房子过户给我妈吧，我上学之后会孝顺你的。小嘴说的那叫一个真诚，要不是下午见识过她的极品行为我就信了。爸，房子不是小事，过户很麻烦的，要是慧慧找不到学校，我可以找人帮忙。我迂回的说道，面子真的给足了马家，但有的人就是不爱要。见我不松口，马成建也过来劝道，小云，姐说的对，这房子的学位我们现在占着也没用，不如先让慧慧上学，等我们孩子大了，慧慧也念完小学了，你的意思是让我把房子白给出去？我一脸不可思议，什么白给？说的这么难听，是借。马成兰这是搭腔，大姐以前为了程建的学费可是吃了不少苦，小云你们一家要懂得感恩才是，要不是大姐起早贪黑的赚钱，程建能这么轻松念完硕士吗？马成建听了也附和，这个我肯定忘不了。小云，姐也说了，只是借给慧慧念书，等咱孩子大了就还回来，你别这么小心眼，就听姐的，把房子过户到我姐名下，我回头会补偿你的。语气温柔的像是说一件不怎么重要的事，原来人真会被讥笑，这么扯的理由，马成建怎么说得出口？他马成建欠的凭什么拿我的房子还？再说了，这房子是我爸800万全款买的，至今都还没过户给我呢，我都没这话语权。一伙人见我不说
话，就以为是马成建拿话把我制住了，开始自以为是的讨论怎么搬家，怎么过户，真是不发火就当我是病猫是吧？谁说房子要过户给你们了？我不同意！我大声道，我把筷子往桌上狠狠一拍，把众人都吓了一跳，旁边的慧慧更是被汤洒了一身，开始闹，哭得跟个开水壶似的。马成芬立马跳起来指着我骂，你凭什么不同意？就凭房子是我的！我丝毫不怯，见我一再拒绝，马成芬突然转头对我老公说，马成建，你是不是男人了？这个家你还能不能做主？就是你再不说句话，还以为你家里是婆娘当家呢。陈康在一旁拱火，听了两人的撺掇，刚刚说话轻声细语的马成建突然大发雷霆，我读书的费用全靠我姐打工赚钱，我们得记住我姐的况且你房子陪嫁过来就是我们老马家的东西，我今天就做主把房子过户给姐了，真是书可忍审不可忍。马成建，你闭嘴，你姐供你上学，你要还她的恩是你的事，拿我房子算怎么一回事？还有谁说了嫁给你了，我的东西就变成你的了？见我兜头盖脸的喷马成建，马成芬忍不了，把我扯出席位，对着我脸就是一巴掌，你一个破专科生凭什么骂我弟弟？马成芬面色扭曲，要不是我弟弟喜欢你，你能进我马家的门？马成芬还想打我，被我挡开了，我也不甘示弱，抓着他的头发就往后扯。马成兰见状也过来拉偏架，但他并不是帮我，而是往我腰上用力掐，我被马家两个泼妇按在地上打，低着头喊了一声马成建。虽然前面我俩吵架，但我以为马成建这会儿肯定会过来帮我，没想到马成建听了也只是在旁边喊住手，没有一点要来帮我的意思，我的心凉了半截。姐，不要打了，小云怀孕了，当心她肚子。马成建大喊，但也仅仅是大喊，装腔作势的拉了马成芬一下而已，转头对我说，小云，你跟姐道个歉吧。马成兰坐在我身上按着我，撕扯间我的项链露了出来，慧慧一把上前握住我的吊坠就往外扯，链子断开，珍珠散了一地。短命鬼，让你不同意，现在还不是我的。脖子被链子割出一道血痕，道歉，你马上跟成建道歉。马成兰面部扭曲地说，马家人的所作所为让我极端的愤怒，肾上腺素急速飙升。我虽然平时在马成建面前娇滴滴的，但我从小跟爸妈在工厂搬搬抬抬，力气也不小。我一把推开压坐在我身上的马成兰，走到饭桌前，我婆婆在给公公夹菜，除了马成建，剩下的3个男人坐在桌前，该吃吃该喝喝。一群人看着我，以为我是准备低头认错，婆婆甚至露出了得意的笑脸。趁他们都没反应过来，我一把掀翻了桌子，饭菜一时间全倒在了饭桌前的4人身上。啊，我的菜！白云，你这个小贱货！婆婆大喊道，你才嫁到我们家多久？这是反了天了！说着就拿着墙边的扫帚朝我打来。我眼疾手快，从旁边的果篮里抽出一把水果刀，转身就抵在马成建的脖子上。啊，你干什么？小贱人，你疯了！一群人开始滋哇乱叫，疯，都疯了，疯点好，看我平时柔柔弱弱的就合起伙来欺负我是吧？马家的房子是药厂员工宿舍分下来的1楼，平时吃饭也不会关起门来，这一出闹剧自然是吸引了不少人来凑热闹。一个烫着壮壮妈发型的大姨一边嗑着瓜子，一边往门口凑。马逢德，你也有今天，这缺德事做多了，报应吧，让你们一家不要脸的抢桂枝的房子。马逢德就是我公公。婆婆见来八卦的人越来越多，顿时也不管刀子是不是挂在他儿子的脖子上，拿着扫帚就要把外面围观的人打跑。滚滚滚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大姨狠狠地呸了一口痰，你们家这破事我还不稀罕你呢，你们一家迟早遭天谴。大姨走了，但其他八卦的人还是围观，我也不嫌丢脸，用刀架着马成建的手又加重了3分力度，把我手机拿过来。马成建在我的挟持下怕死了，小云，你不答应就算了，没必要拿刀的，你先把刀放下，你闭嘴。手机到手，我立马拨通了110，小贱人还敢报警？马逢德朝我方向吐了一口痰，语气非常不屑。马家的另外2个男人屁股动都不动一下，仿佛我的威胁在他们眼里就是个笑话。慧慧见他舅舅被我用刀抵着，张嘴就是脏话，一个6岁的孩子能骂这么多不重复的，还真是好教养。看来之前给我看的全是假象，这会儿才是他们一家的真面目。慧慧见骂我没用，拿起之前抢到的翡翠吊坠狠狠往地上一摔，顿时上好的料子就碎成好几块。我脑子突然一片空白，这是外婆留给我最重要的东西。在我走神的瞬间，离我最近的马成兰立马把我手里的刀抢走，然后2姐妹一个扯我头发，一个扇我耳光，疼痛让我瞬间清醒过来，然后一脚一个往他们下体踢去。我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们还想压着我来打。警察到了，来了3个警察，一个老的带2个年轻的。年轻民警到了之后，先把记录仪打开，然后一番询问之下，准备把我们打包带走。婆婆一听要进警察局，就摆手说是误会，这是我儿媳妇，这俩是我女儿，都是一家人，是家务事，我们不去警局。我上前说不是家务事，我跟他儿子还没领证，这是故意伤害。那个壮壮妈发型的大姨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，这回瓜子也不嗑了，抓得好，最好把他们家男人也抓了，一个个抓去坐牢，一屋子黑心烂肺的东西。婆婆，哦，现在撕破脸还是叫马母合适。马母顿时急了，你闭嘴！年轻民警不理他的狡辩，请配合我们的工作，有人报警就需要立案，是不是一家人都先到警局走一趟？马母见狡辩不管用，一屁股坐在地上撒泼，一旁的女警好心要拉起他，没想到他反手就给了女警一巴掌。你们是不是收了这小贱人的贿赂？他家有钱，你们这些警察就帮着他。老警察见状赶紧过来帮忙，只是他也挨了打。马母依然不管不顾的对来劝阻的人动手。老民警火了，你现在是在袭警，警告1次。马母不理，甚至把一名年轻警察的衣领都扯开了。警告2次，马母既然不管不顾，警告3次，带走。一对银手铐结结实实落在了马母的手上，他才反应过来，这是玩真的，你们不能抓我，我有心脏病，你们不放我出去，我死在警局看你们怎么交代，你们不能抓我。几个警员合力把马母带走，这一场闹剧才算结束。自始至终，马家的男人没一个出面。在警局做完笔录后，我终于有空打电话给我爸，喂，爸，你带着律师
师来警局一趟，地址是没半小时，爸妈风风火火就杀到了警局。我爸见我被打成猪头的样子，脸色极为难看，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我将在马家发生的经过原原本本的说给我爸听，他越听眉头越紧，脸色也越来越难看。而我妈则在一旁联系医生，要给我最好的治疗方案。云，别怕，妈给你联系了全市最好的医生。我虽然觉得我妈有点夸张，但一颗心被爱意塞得暖暖的。在医院，我妈帮我联系的医生让我做了一个全身检查，一顿检查下来，除了外伤，还有点轻微的脑震荡，建议我住院观察2天。意外的是，在住院的第2天，我在医院看到了那个跟我前婆婆不对盘的壮壮妈。我记得当时她对马家的意见很大，看起来过节很深的样子。于是我上前把人拦住：“你好，前2天在马成家门口我见过你，想问你点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空？”壮壮妈眯着小眼睛上下打量着我：“你问我就得答呀，我又不是你家养的狗。我把条件摊开，只要你把我想知道的告诉我，我就帮你女儿申请最好的医生动手术。”自从看到她在医院出现之后，我就一路盯着她，发现她一直在照顾一个有眼疾的16岁女孩。多方打听之后才知道，壮壮妈叫秦姨，这女儿是她唯一的孩子。因为好的医生排期很满，她女儿的病情一直拖着，没办法解决。我娘家刚好有医疗资源，帮忙联系医生并不是一件难事。秦姨一脸狐疑，我立马给我妈打电话让她帮忙。在确认能安排手术时间之后，壮壮妈有点激动，他们家排了半年都没排上，我一通电话就给她安排好了。秦姨见我真心帮她，也真诚地对我说：“幸好你没真的嫁给马成建，他们那一家都是王八蛋，缺德鬼。他们家的事还得从马逢德那个人渣说起。”下午我刚给客户回完消息，就看到马成建拎着一篮子水果来探病，我还以为马成建是来道歉的，谁知道他一张口就是指着我：“小云，你平时都很乖的，怎么那天脾气那么大？我姐跟我妈只是跟你提意见，你怎么能动手呢？”马成建一脸责备地看着我：“你看你现在把我妈他们弄进去了，你赶紧去写个谅解书，然后跟我妈他们道歉。做儿媳妇总不能把婆婆得罪死了，不然我妈以后就不待见你了。”见马成建越说越离谱，我赶紧打住他想往下说的话：“停，马成建，你脑子没毛病吧？趁着来了医院就去挂个脑科看看，你那一家子人都是极品，你还想我跟你过下去？你什么意思？”马成建说：“不跟我过，你还想跟谁过？你别忘了你肚子里还怀着我孩子呢。”我冷笑道：“他生下来才叫孩子，没生下来就是一个寄生瘤，你可真会装，一装就装了2年的斯文人。我真的要感谢你家整的这一出，要不然生下跟你一样劣质基因的孩子，那时候才叫惨。”马成建见我丝毫不给他面子，也不装了：“白云，你用孩子拿瞧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跟我妈和姐姐道歉，那你就别想我承认你肚子里的孩子。”他以为他家是有皇位继承，我要上赶着给他生孩子，你以为我稀罕你家一家破烂玩意？我俩还没领证呢，你家吃绝户的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。马成建，我今天就当着你面跟你说，我不跟你过了，分手！你以后敢靠近我1米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我手指着门口，滚！别在这里污染空气！马成建被奚落的脸红，眼神狠厉地盯着我看了一眼。好的很，白云，你给我等着！人都走出了病房门口，又掉头回来，把果篮拿上，便宜乞丐也不能便宜你。马成建走了之后，我也想到身体里有个跟马成建拥有相同基因的玩意就恶心的不得了。趁着月份还小，早拿掉早幸福。我跟主治医师说明的情况，他让我先去验个孕，看具体情况再看能不能安排人流。检查很快，结果也很快。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坏消息是我的人流手术做不了，好消息是我没有怀孕。至于为什么验孕棒会显示怀孕，可能是过期了，或者是别的原因。总之，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不需要伤害自己的身体来完成跟马家的剥离，真的可喜可贺。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根据秦姨提供的情报去收集马家的信息。马家要是乖乖把钱赔了，我就当这个事过了；要是他们还想搞事，我是必要奉陪到底。我跟马成建只是摆酒，在亲戚面前认了人，走了个过场，并没有领结婚证，分开不算离婚，顶多算分手。由于我是独生女，且我家财产比较多，所以爸妈在我的婚事上留了一个心眼，让我们先摆酒，说等过几年有孩子了再领证也不迟。毕竟了解男人的还是男人，多的是婚前婚后2张脸的男人。我爸这样做只是出于有备无患，没想到这种事还真让我给遇到了。想果然还是老的辣。由于我跟马成建没领证，自然也不存在财产分割。他那仨瓜俩枣的我还真看不上，但我不惦记人家财产，有人惦记我的。马母跟马家2姐妹关了2天就被放了出来，趁着周末，母女3人在我家门口撒泼。白云，你这个臭不要脸的，打了自己婆婆和大姑子不上门道歉，还把我儿子的工作折腾没了，你丧不丧良心？马成建原来是在我家工厂工作，事情发生之后，我爸按照劳动法给足了补偿，辞退了马成建。大门被拍得震天响，周围邻居都打开了门，一副吃瓜群众的样子。我没有出去，只是在业主群里把保安叫上来处理。保安队风风火火来了4人，全是膀大腰圆的退伍老兵，1个负责指挥，3个负责抓人。不要碰我！马母被抓住之后尖叫起来：“你们这些臭看门的，凭什么抓我？我也算是这里半个业主，我儿子跟里面的贱人结婚了，这房子有我儿子的一半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”马成芬见他妈被抓，立马给出馊主意：“妈，你年纪大，躺地上，谁敢动你，你就讹谁。”马成兰也不甘示弱：“我妈有心脏病，你们再动她一下试试。”这话一出，众人顿时也停了手。我在监控前面也看够了，打开门对众人说：“她没心脏病，我上个月都给她做了一个全身体检，老婆子身体好得很。上个月马母说自己身体不舒服，怕去医院看出什么病来，要花大价钱治疗。我好说歹说劝她去看，费用我出，她才肯去。全身检测做下来1万多，啥事没有，就是牙扣不太好，种植了4个牙，花了我2万块。见我出来，马母立即戏精上身。我儿子一个好好的研究生，被这个野鸡大专生骗婚怀孕，威胁我儿子跟他结婚。平时我们一家人宝贝一样供着他，可他因为外甥说了2句话顶撞他，就
就跟我们全家翻了脸，买通警察把我关进去了不说，还把我儿子的工作弄没了。马母推开身边的保安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突然就好起来。我好好的儿子啊，就被这不要显的给毁了，啥子前途都没了。你陪我研究生儿子。马家姐妹这时极为配合他妈，一个红了眼眶要哭不哭，一个在抹泪。围观的邻居越来越多，都伸长了脖子等着看戏。我看着还打算演戏的母女三人笑道：“你说说我骗你什么了？”马母见我开门，扶着马成兰的手站了起来：“骗我儿子娶你？你一个专科生不就靠着这点来勾引我研究生毕业的儿子吗？”邻居们开始窃窃私语：“大专生哦，难怪能嫁给一个研究生，原来是靠怀孕上位的。我儿子要是研究生毕业还娶一个大专的，看我不打断他的腿！现在的小姑娘学习不好好学，手段倒是不少呢。”我忍下怒气，拿出准备好的体检单往众人跟前一放：“第一，我没怀孕；第二，我跟马成见前2个月白酒，上个星期才乌龙验错了孕，怎么算我也不可能是怀孕逼你儿子娶我。第三，你儿子在我家工厂上班，我爸按劳动法给足了补偿了，国家哪条法律规定老板不能解雇员工了？你要觉得不合理就去劳动仲裁，而不是堵在我家门口撒泼。第四，你外孙女想要我38万的项链，你女儿想要花1块钱让我把800万的房子过户给她，我不肯，你一家子按着我打，说我跟马成建结婚了，我的东西就是你们家的，说啊，你怎么不说？”听完我的话，刚刚说话的邻居顿时闭嘴了，其余人看着马家母女的眼神全是不屑。被我拆穿，马母的脸挂不住，红得跟猴屁股一样，想扑过来打我。你胡说什么？你这个小贱人！我趁着他手够不到我跟前，用力一把抓住，狠狠往墙上撞去。马母手上的翡翠镯子应声而碎。我的镯子，这是我的镯子，前2个月你看我放在梳妆台上没戴，说你心慌需要玉来震一震，就拿去戴了，咋的？戴了2月就以为是你的了？有本事把购物发票拿出来！我冷哼一声，继续说，你儿子在我家厂子上班，1个月就8000块，他的车，他的名牌鞋子，哪个不是我给买的？外面的研究生一抓一大把，你儿子下面镶钻了，我得逼他结婚。话说的粗俗又直白，大专生嘛，他们不就以为我是这样的人吗？跟我对面的大姐气笑了，我说你们一家真的极品，这是要软饭硬吃，还是想吃绝户啊？马成兰突然脸色一变，狠狠地盯着大姐，关你屁事！大姐被呛声，突然就烦了，被拆穿了就发火是吧？你们快把他们拉出去，看着就烦人。大姐指了指旁边站着的4个保安，保安这是明白了事情的缘由，二话不说把人给扯走。马成建的妈一边被拉着离开，一边叫嚣：“你等着，这房子有我们老马家的一半，我让我儿子跟你打官司。”法盲真可怕。后来听保安说，一直到出小区他们还在骂马家母女3人嘴里脏得跟吃了3天大粪一样。对门的大姐跟我关系挺好，等众人散了之后，拍着我肩膀叹了口气：“小云，下回可得擦亮眼睛找男人，谈恋爱不结婚也行。”我点点头，表示认同。回家之后，我越想越憋屈，出钱养马成建的是我，被打的是我，被骂上门的还是我。他马家凭什么呀？我又不是什么吃素的人。私家侦探收了钱，办事也快，给我发来的有照片和录音，马家所有人的背景都查得一清二楚。当我把所有资料看完，心底隐隐发凉，幸好提前闹了这么一出，让我知道了马家人的真面目。根据资料显示，他们是祖传的吃绝户，马逢德原是农民，进城务工认识了他家房子的原主人陈桂芝。陈桂芝跟马逢德结婚后，身体状况就急转直下，没2年就得病去世了。作为独生女，陈桂芝去世后，房子自然就让马逢德继承了。陈桂芝去世没到2个月，马逢德就把马母接到了城里，而马成芬跟马成兰2家也大差不差。马成芬老公前面也是有一个前妻，说是意外去世，然后强占了女方祖产。马成兰老公对前妻家暴，逼得女方不得不放手房产。难怪当时在马家的时候，那个秦姨说这家缺德，这何止是缺德，是缺大德了。一家人全是吃绝户的，里面有没有犯罪还不好说，但现在我手里有这些东西，完全不怕他们出来继续。果然马家不从我身上咬一块肉下来，是不罢休的。新的手段居然是利用直播制造舆论。我表妹气冲冲的把一段录播发给我看，标题是大专捞女骗婚单纯研究生，携孕上位勒索婆家48.8万。点开视频，马母持正在摄像头前声泪俱下，说着自己一家生活过得多么不容易，才把儿子培养成优秀的研究生，而我只是一个不学无术，只会些勾人手段的大专生。为了能得到一个研究生老公，我耍出了各种不要脸的手段，现在分手还要他们家给我48.8万的损失费。直播内容一出，网友的评论几乎一边倒。该视频浏览过1000万，转发50万，点赞108万，评论30加万。我看了一下，基本除了辱骂就是要把我个人信息开盒的，只有零星几条写着不知全貌，不予置评。还没看女主的视角，觉得有反转，谈恋爱2年才花2万，这也叫捞？马家人的操作真的让我气笑了，我都还没想好怎么报复回去，他就给了我一个杆子，表妹姐你赶紧上去澄清吧，这一家子真的太恶心了。我笑着打开某音，找到该视频，反手给他投了1万块，不急，让他再得意一阵子。可能是广大男网友觉得非常有共鸣，视频的热度没2天就上了热搜第1。马家人似乎是吃到了网络的红利，一天开24小时直播，一家人轮着说我如何虚荣贪财，用低贱的手段勾引他家的金疙瘩，底下的火箭一个接一个地刷，各种小厂家像是闻着血腥味的狼，开始给马家提供货源，让马家人直播带货。网友们顺着线索找到了我的各种社交媒体账号，开始无差别的辱骂攻击，电话半夜被打爆，我直接关机。爸妈为我担心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自己解决这件事，让他们别插手。很快，马家不满足于在网上诋毁我，带着摄像工具跟一群榜1榜2的直接蹲守在我家厂子门口。今天来的是马成芬一家，我一出工厂大门就被一群人围了上来。马成芬用手机对我脸喊道：“大家快来看啊，这就是那个想吃天鹅肉的野鸡大专生。”见主角登场，直播间人数一下子破了10万。这女的一身名牌，看着就是捞女。你别说，这野鸡大专生长得还挺
挺好的，哈哈哈，长得不好看，怎么能把人勾到手？直播间的辱骂一个接一个，我不慌不忙地站在人群中间。马成芬见我不躲，更来劲了。恋爱2年，你花了我弟2万块，没你这样捞的，你得把这个钱还给我弟弟。我抬头问，你是说只要是恋爱期间花的钱都得还给对方？马成芬点头，对，你别想白花我第1分钱。然后他拿出了一叠复印纸，里面全是消费记录，最后一些是手写的。我看了眼，居然还有我去他家吃饭，一个饺子算7毛钱。那些个榜1榜2也拿着手机对着我开直播，主打的就是一个惩恶扬善，拯救被捞金女骗财骗色的天之骄子。看你手里这些东西也不值2万，他不会是有好几条鱼吧？捞金女怎么会只有一个下家？肯定是多方位发展的，人家勤学苦读才赚一点点工作，你张开腿就要不要脸？那些人打着伸张正义的旗号，做的却是网络霸凌，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，对一个年轻女性极尽所能的羞辱谩骂，似乎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比别人高人一等。我伸手从包包里拿出一早准备好的打印记录，看谁的手机离我近，我就靠上去。这是我2年里给马成建的花费，不算他上我家吃饭的钱，光礼物我就花了12万吧。纸上印的是我给马成建买礼物的淘宝价格清单，大到他在厂子上下班用的小电驴、名牌衣服、鞋子，小到钥匙扣、内裤、袜子，每一件价格都清晰明了。周围的气氛突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马成芬，那8000零头就不跟你要了，你弟花了我12万，扣掉你弟给我花的2万，你们家是不是还要给我还10万出来？我好笑的看着马成芬，他没有想到我居然是有备而来，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。我继续说道，对了，你跟网友说了吗？你想花1块钱让我把我家价值800万的房子过户给你，还要我把你高中毕业的老公和你妹夫塞到我家厂子当经理，我不答应，你们一家就把我打进医院了。直播间的人数从10万涨到了20万，原本还想看痛打捞金女的众人意外被塞了一口真相，瞬间就不淡定了。原来人家不是捞金女，是真千金。什么捞金女？那是我老婆。服了，这一家什么德行，软饭硬吃都吃不明白，这是想吃绝户吧？还是马成芬的老公反应快，见事态不对，立马关了直播，然后转头强迫跟来的人关直播。但是谁听他的呢？他们是失去了解开捞女真相的瓜，但是得到了一个软饭硬吃的瓜，都是吃人血馒头，吃我或者吃马家的对他们来说都无所谓。我挥了挥手里的资料说，晚点我会再开直播回应最近的关于我的一些谣言，也收集了对我进行不实报道的主播，我将保留起诉的权利，想知道真相的可以到我直播间来。说完我就上了新买的宝马，晚上回家我在网上把马成建跟我在一起的细节完完整整叙述了一遍，期间还把马家祖传吃绝户的资料跟录音也发不出去，避免更多人受骗。原来骂我的人没一个来道歉的，我的评论区几乎是清一色的女性发言，男性少得可怜。当初污蔑我的热搜下架了，但是帮我翻案的视频被限流了。表妹跟我说，之前因为可怜马成建被捞女骗，很多人都刷了礼物支持马家人，现在事情有了翻转，那些人觉得自己被骗了，要马家人退还礼物，马家人看风向不对，立马注销了账号，网友找不到人就生气了，当初怎么对我的，现在就怎么对马成建一家，就连慧慧也不放过。学校的家长都知道了马家人的德行，叮嘱自己的孩子不要跟慧慧玩。一天上学，一个调皮的孩子说慧慧家是害人精，被慧慧拿笔盒敲破了脑袋，孩子家长气急了，让马成芬一家赔了1万多，学校也勒令慧慧休学反省。马成芬老公因为不满赔了1万多，把慧慧吊起来打得皮开肉绽。又是一个周末，我在家刚敷完面膜，一个急促的按铃声响起，我还以为外卖到了，急匆匆的赶去开门，结果门外站着的是许久不见的马成建。你来做什么？我语气冰冷，小云，我们不闹了好吗？让你爸别再针对我家了。马成建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狗狗样，以前的我就是被他这个样子迷住了，才昏了头想要结婚，现在清楚了他一家人的真面目，他摆出这副姿态只是想迷惑我，继而吃我绝户，真是一条毒蛇。闹，谁跟你闹了？你赶紧走，不走我可报警了。我对他吼道。马成建被我一吼，突然发难，双手死死掐住我脖子，有摄像头，放开我，你死了我就跟你一起死，一起死吧。白云，你不是瞧不起我家吗？你爸还要强行让我们家赔钱，你死了就不用赔。马成建越说越癫狂，而我被掐住脖子，脸色都快变紫了。就在我以为我要见太奶的时候，我爸跟我妈来了，见我被掐，我爸用力一拳把马成建打倒在地，我妈则护住我，把我往家里带。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脑缺氧，我晕了过去，再醒来就是医院了。之后我妈给我复述事情的后续，我爸揍的马成建倒地不起，然后报警说他杀人未遂，顺便把监控录像也一并给了警察，联系了市里最好的律师。我爸发话说必须把罪名按死在杀人未遂上，让马成建按顶格坐牢。后来警察来找我做笔录，我也如实回答。马成建的这一个操作把我吓出了阴影，我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敢自己去开门。那天听我爸说马成建按杀人未遂判了10年，后续马成建被判刑后，马家来找过我们要谅解书，被我爸拒绝了。一家子天天到工厂拉横幅骂人，由于之前法院判罚他们家赔我48.8万，马家拿不出这钱，强制执行下把他们那套房子拿去拍卖。马父靠吃钱7绝户，吃了一辈子也没怎么打过工，家里日常的开销就是靠马家姐弟3人的接济。马母也是一辈子没打过工，嫁给马府之后就一直做家庭主妇，谋生的技能是一样都没有。有天我去表妹的小区找她，下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富态的中年女人推操另一个瘦小的中年妇女。富态的女人说，我家不用你，我马上就打电话给家政公司辞退你。瘦小的中年妇女说，签了合同了，你不能说辞退就辞退，还有没有点良心了？富态的女人伸直了腰道，我没良心，你那一家子吃绝户的事全网都知道了，我可不敢往家里找一条毒蛇回来。瘦小的女人顿时跳脚，你放屁，你以为我想来你这？你就是个生不出带把的母鸡，死了都没儿子给你摔盆，你不要，我还不稀罕来你家伺候你女儿。说完
完，转身就往小区门口走去。那人在小区门口转了个身，我才看清楚他的样子，是马成建的妈。后来听说他给一户人家当保姆，好好的工作不做，整天撺掇着家里的老人整治媳妇，还没过试用期就被女主人知道了，二话不说就去家政公司把人退了。家政公司了解之后，觉得马母这人不能用，就算再安排到别家，也一样会出岔子，而且他还死不认错，一到公司就说雇主的坏话。家政公司为了自己的口碑，给马母结算了半个月工资就把人赶了出去。马母找不到工作，就去骚扰马家姐妹，儿子进去了，房子也没了，两个女婿也不想收养他们。马府在家洗澡的时候在地上滑了一跤，马母送他去医院的时候拖延了救治时间，摔成了瘫痪。平时就脑袋能动，一张嘴不是吃饭拉屎就是辱骂马母。马母被骂急了，一不乐意伺候他，就让他在床上屎尿堆里躺几天。而马家两姐妹的情况也不好过，当初他们开直播收了钱没退回去，导致网友打不通他们电话，就把电话打到4人的公司，公司受不了这种网络暴力，索性开除了几人，直播间得了几10万，几人被开除一时也不着急，但是马府摔倒，他们自然是得掏治疗费，马府瘫了，马母不乐意照顾，于是经常到2个女儿家卖惨，要2个女儿接他去养老。2个女婿本来就因为被开除不高兴，出了医药费之后更是不想管马府马母，两人一致对外说要是敢把岳父岳母接到家里养就离婚。两姐妹闹了一阵子，听老公这么说也泄了火，她们可不想离婚再嫁，但马母可不管，频繁来磨2个女儿。马成芬跟马成兰看爸妈这样落魄，也舍不得，于是偷偷拿钱接济2人。被辞退之后，2个女婿投简历一直被拒，有个 HR 不小心说漏了嘴，说他们已经进了全行业的黑名单，不会再有同房公司会要他们了。2人在找工作上碰了壁，最后把火全撒在2姐妹头上，对姐妹俩动了手，有第1次就有第2次。马母上门1次，她女儿就得挨打1次，最后姐妹俩实在忍不了了，也不愿意接济马父马母，来1次干1次。而马成建在牢里也不好过，他犯的是在牢里不是秘密，有一个狱友就是为妹妹出头进去的，听了马成建吃绝户的事，讨厌的不得了，私下时不时就给他一顿接。而我为了摆脱野鸡大专生的名头，我安排了出国留学，在大洋的另一边做起了抖音海外博主，开朗的性格，甜美的外表，有趣的灵魂，让我身边优质的男生一个赛一个。